重生回到诸神黄昏开服之前，林天昊凭借前世的记忆开启超神级天赋，每次普攻永久增加1点生命值。我无敌了！你们随意。在一片宁静的森林中，刺客玩家心头突然一跳，他藏匿在阴影中，相信自己完全隐形于暗处，距离林天昊50米远，不应该被发现。然而，林天昊的眼神让他心生疑虑，似乎一切行动尽在掌握之中。林天昊不动声色，只是轻轻一笑，仿佛对这场游戏了如指掌。突然间，一支箭矢悄无声息地飞过空中，准确无误地落在刺客脚边，仿佛是对他的警告。林天昊的声音随之响起，轻松而嘲讽：“还装死吗？”逐梦公会的刺客玩家脸色大变，难以置信自己竟然被发现。就在此时，逐梦烟雪带领着公会的精英团成员浩浩荡荡地走来，他们的到来显然是对林天昊的一种挑衅。面对100余名公会成员的包围，林天昊不但没有丝毫惊慌，反而眼中闪过一丝挑战的光芒。战斗一触即发，首先出手的是逐梦公会的法师，他高举法杖，释放出一颗火球朝林天昊袭来。然而林天昊穿戴着强力装备，火球对他造成的伤害微乎其微。随即林天昊反击，一箭射出，瞬间引起了一场混战。逐梦烟雪的精英团成员纷纷施展技能，试图将林天昊困住。牧师挥动法杖，试图用沉默光柱封锁林天昊的技能，战士则是采取冲锋，企图直接压制。但林天昊身手敏捷，轻松躲避所有攻击。接着林天昊展现了他惊人的战斗技巧，他的箭矢如同带着雷电一般，一箭接一箭，精准无比的射击。6只黑铁 BOSS 被他轻松击败，逐梦烟雪的成员对此完全无法反应。此时林天昊如同战场上的舞者，每一步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力量与美感。他的箭矢不仅速度惊人，而且每一击都致命。不久，逐梦公会的成员纷纷倒下，败退的命令被逐梦烟雪无奈地下达。战斗结束后，林天昊站在满地的敌人之中，如同一名真正的战场英雄。而逐梦公会的成员则在复活祭坛上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挫败感。雪帝林天昊以一人之力单独击败了级别高达45级的血眼玄龟，成为了许多公会眼中的炙手可热人物。但在浮屠俱乐部内部，对于是否应该联手击败雪帝的讨论却是意见分歧。在一个华丽而神秘的会议室中，浮屠俱乐部的成员们围坐一起，讨论着如何应对雪帝林天昊。浮屠神狼向其他成员汇报了关于雪帝的情报。雪帝能够单独击杀45级的血眼玄龟，现阶段我们要击杀他的概率很低，即便成功，付出的代价也未必能够比奖励更好。会议室中的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每个人都在思考着这个问题。然而坐在主位的并不是俱乐部的常见领导浮屠顿山，而是一个冷艳中带着几分妩媚的女子浮屠红纹。浮屠顿山的姐姐，也是浮屠俱乐部实际的掌控者。她的声音清晰而坚定：魔王格雷洛林森的奖励绝对不会差，现阶段要跟其他公会拉开差距，这个奖励对我们很重要。会议室内又是一阵沉默，众人的目光集中在了浮屠顿山的身上，期待他的回应。然而浮屠顿山的态度显然与他姐姐大相径庭。姐，你可别开玩笑了，我跟雪帝只是萍水相逢。再说了，他现在20级，以他的红名值，如果死了会直接掉回1级的。浮屠顿山的反对并没有改变浮屠红纹的决定，他命令浮屠神狼派人去跟雪帝商量，尽管浮屠神狼内心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与此同时，林天昊还在忙着刷怪，完全不知道浮屠俱乐部的计划。他的战斗力令人震惊，技能和装备的销售足以让他过上富裕的生活，但他更享受于探索和挑战中的乐趣。正当林天昊全神贯注于战斗之时，一个驼背老妪出现在他面前。这个老妪名为克林菲斯鸟，拥有神秘而强大的力量。他提出了一个让林天昊意想不到的提议，他希望林天昊前往王宫，主动承认杀死魔王之子格雷洛林森的人是他。这个提议让林天昊心中震惊不已，因为他清楚这背后必有更深的阴谋。克林菲斯鸟的计划是精心设计的，他不仅提供了一个上古残缺法宝以帮助林天昊穿越空间，还保证了即便林天昊因此而暴露，也不会受到王国的严厉惩罚。他的目的是利用林天昊来陷害蕾欧娜公主，从而改变王国内部的权力结构。林天昊虽然对此计划心存疑虑，但也被克林菲斯鸟的承诺所吸引。一旦成功，他将获得在主城行走的自由，甚至可以将蕾欧娜公主变成自己的仆人。面对这样的诱惑和风险，林天昊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一旦参与进这场阴谋，就意味着自己将与整个王国为敌。但另一方面，这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可以大幅提升自己的地位和实力。林天昊故作心动地询问了克林菲斯鸟关于承诺的兑现时间，随即不满地摇头，表示自己不愿意无休止的等待。
克林菲斯鸟为了说服林天浩，提出了一套青铜级别的装备作为奖励，却被林天浩嘲讽的回绝了。林天浩所渴望的是远超现有奖励的，包括位移技能、特殊装备和技能。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终双方达成了一个关于奖励的妥协：一技能空间闪烁和一定数量的自由属性点。就在交易即将达成之际，克林菲斯鸟突然释放出强大的威势，企图以力量压迫林天浩就范。然而，林天浩并没有退缩，而是直接揭露了一条重要的秘密信息：王后与幽冥一族之间的秘密交易。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让克林菲斯鸟瞬间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如果这条消息被公之于众，不仅王后的地位岌岌可危，整个王国都可能因此陷入动荡。林天浩利用这条秘密作为筹码，坚持自己的要求，最终迫使克林菲斯鸟做出了让步。他不仅获得了空间闪烁这一强大的位移技能，还额外得到了他所要求的自由属性点。接着，当蕾欧娜公主出现时，林天浩再次运用他的智慧与策略。他向公主透露了与克林菲斯鸟的谈判结果，以及自己如何利用王后与幽冥一族之间的秘密来获得更大的利益。这不仅巩固了他与蕾欧娜公主之间的关系，也使他从公主那里获得了更加珍贵的奖励：一件能够大幅提升个人战力的神秘卷轴，一本罕见的技能书，以及一张拥有特殊效果的符箓。空间传送符能让人随机传送到其他地方。这个道具很特别，因为它不仅可能让人突然出现在别处，还可能被一些神秘的攻击打断传送。林天浩拿到了这个奖励，但他觉得有些不够满意。就这些？他问道。我可是帮你击杀了格雷洛林森，这点奖励是不是有点少了？蕾欧娜翻了翻白眼，然后拿出了一块淡蓝色的晶石，这就是他的终极奖励——生命女神的眼泪。这颗晶石有着特殊的力量，佩戴后能提升最大生命值，并每秒恢复一定的生命值。林天浩眼前一亮，他原本计划将永垂卷轴给予嗜血项链，但现在犹豫了。生命女神的眼泪似乎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尤其是因为它有一个特别的特性，不可摧毁。考虑到自己的超神级天赋，林天浩更看重提升最大生命值这一点。吸血虽然有用，但他可以通过装备来解决这个问题。于是他接受了这份奖励。蕾欧娜问及克林菲斯鸟找他的事情，林天浩笑着解释道：其实他只是想确认是不是他帮了蕾欧娜，因为他希望他能帮忙栽赃陷害蕾欧娜。蕾欧娜听到后有些不确定，但林天浩却认真地分析了局势，指出了蕾欧娜可能面临的困境以及他所设想的解决方案。蕾欧娜逐渐平复了情绪，开始相信林天浩的计划。他问道：下一步怎么做？林天浩坚定地表示要协助青浮云击溃地血剑，从而推动蕾欧娜成为新王。蕾欧娜虽然有些惊讶，但还是选择了相信林天浩。他同意配合他的计划，演好戏，尽管心中或许有些不甘。在王宫的听雨殿，克林菲斯鸟告知了王后菲欧丁与雪帝已经答应帮他们陷害蕾欧娜的消息，但他也提及了一些令菲欧丁与震惊的事情。雪帝知道了王后与幽冥一族的联系，菲欧丁与面色骤变，心中涌起了一股不祥的预感。他们困惑于林天浩是如何知晓他们秘密的，认为他是个不可小觑的祸害。克林菲斯鸟甚至做了一个抹喉的手势，意味深长地提议是否要将他除掉。但菲欧丁与深知杀死一个能够复活的冒险者是无用的，囚禁也同样解决不了问题。他的眼神突然变得深邃，嘴角勾起一抹神秘的微笑，似乎想到了某个计策。与此同时，林天浩对这一切都浑然不知。他刚刚送走蕾欧娜，便投入到了猎杀雪贝玄龟的任务中。根据他前世的记忆，只有连续清除18次雪贝玄龟，血眼龙龟才会现身。打败血眼龙龟，便能开启黑水湖的副本。林天浩充满热情地投入到战斗中，他的红名值在缓慢下降，生命值也在缓慢上升。为了提高效率，他甚至没有佩戴上能够大幅增加生命值的装备。正当林天浩专注于战斗时，一个战士兴奋地跑来加入他的行列，这人是周小胖。林天浩欢迎他加入孤血公会，震惊于公会的强大属性加成。周小胖接过一块圣品天赋觉醒时，开始觉醒自己的天赋灵魂绑定，这是一种能够大幅增强队友属性的强大技能。虽然周小胖对自己的天赋有些不满，但林天浩知道这个天赋的真正价值。林天浩不仅帮助周小胖快速提升了等级和天赋，还向他传授了游戏的深层策略。他建议周小胖选择职业时不要急于追求隐藏职业，因为转为普通职业后还有机会转为更高级的隐藏职业。林天浩的计划和指导让周小胖深感敬佩。林天浩继续他的刷怪旅程，经过无数次的努力，他终于触发了血眼龙龟的出现。眼前的黑水湖突然波涛汹涌，水面上升起一个巨大的龟壳，那是血眼龙龟，一只看似沉睡中的巨兽。林天浩知道这将是一场艰苦的战斗。战斗开始了，林天浩迅速发射羽箭，每一箭都精准打击，但血眼龙龟的回血能力强大到令人发指。不过
林天浩并不惧怕，他的生命值高达53万，足以支撑他在这场战斗中持续作战。随着战斗的进行，黑水湖周围的氛围变得越来越紧张。血眼龙龟使用了他那强大的技能连珠水炮、黑水漩涡，还有震撼的龙吟海啸，每一次攻击都带来巨大的伤害和混乱。林天浩必须利用他的速度和敏捷来避开这些致命的攻击。在一次次的交锋中，林天浩展现了他超凡的战斗技巧。他不仅成功躲避了血眼龙龟的连续水柱攻击，还在移动中反击，尽可能的造成伤害。尽管如此，血眼龙龟的回血速度仍让林天浩感到压力山大。突然，血眼龙龟改变了战斗策略，它缩进壳中，然后像流星一般冲向林天浩。这一切发生的太快，林天浩几乎没来得及做出完全的反应。他被撞飞了，血条急剧下降。但这位英勇的冒险者没有放弃，他迅速调整状态，继续与血眼龙龟进行着拉锯战。最终，林天浩采取了更加激进的策略，他决定近身战斗，利用血眼龙龟庞大的身躯来遮挡其视线，这样既可以避免一些远程攻击，又能更加有效地输出伤害。这只怪物体型庞大，动作虽慢，但每一步都能跨越巨大的距离。林天浩采用了一个高明的战术，利用怪物庞大的身躯进行卡位，这是对付这类敌人的最佳策略。远处，浮屠神狼和另一个前行的人物影杀都在暗中观察着战斗，他们俩的目的略有相同，都在等待机会。然而，林天浩已经注意到了他们的存在，但他并不在意，他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了血眼龙龟上。林天浩的战斗策略是利用极致的走位技巧，让他的箭矢不断地命中血眼龙龟，而怪物却始终无法捉到他的踪迹。他的移动如同影子，让旁观的浮屠神狼和影杀都感到震惊。特别是影杀，他自认为在走位上的技巧与林天浩不相上下，但见到林天浩如此表现，不由得对他刮目相看。战斗持续进行，血眼龙龟发怒了，从他的龟壳中散发出毒物。然而，林天浩佩戴的净化玉佩显现出它的强大效果，大幅减轻了中毒伤害。就在这时，血眼龙龟进入了狂暴状态，预判了林天浩的位置，一股强大的黑水漩涡将他吸了进去。在漩涡的攻击下，林天浩身上出现了重重的伤害数字，但他迅速佩戴上了生命女神的眼泪，并开始疯狂反击。在生命女神的眼泪的加持下，林天浩的生命值每秒恢复1万，他的伤害和恢复能力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浮屠神狼在旁观察，对林天浩的属性变化感到惊讶。他意识到林天浩是一个不可轻易招惹的对手。林天浩在高额的恢复效果下，不仅扛住了血眼龙龟的连续攻击，而且还不断给予怪物重击。最终，血眼龙龟的生命值不断下降，在林天浩持续的攻击下被成功击杀。这场战斗的胜利证明了林天浩的实力，也引起了全服的关注。全服通告宣布了他击杀血眼龙龟的壮举。战斗结束后，浮屠神狼和影杀都走向了林天浩，影杀更是直接提出了一个请求，表明他们队长想要和林天浩商量事情。林天浩没有理会他们，只顾收集战利品。系统不断地提醒他获得了新的技能书、装备、金币、自由属性点，甚至还有稀有的龙胆和黑水湖副本的密钥。每一次叮的提示音都预示着他的实力在稳步增长。林天浩首先检查了获得的技能书，其中最吸引他注意的是一本霸体技能书。这本书让他能够在短时间内免疫所有控制技能，是战斗中的关键技能。他意识到这技能对他的好友周小胖来说是完美的，因为他非常适合近战职业。林天浩不仅获得了强大的技能书，还有专为战士和格斗家设计的嗜血龙甲和其他不适合他的装备。在他收集战利品的时候，浮屠神狼出现了，提出了一个奇怪的请求，用金钱换取将林天浩击杀的机会。林天浩以一种看似在看傻瓜的眼神拒绝了这个提议，表明他并不缺钱。浮屠神狼尽管对林天浩的拒绝不感到惊讶，还提出了将来如果林天浩想出售装备或技能书，可以考虑他们工会的提议。在浮屠神狼离开后，影杀出现，警告林天浩有强大的敌人盯上了他。林天浩对此并不担心，他的实力足以应对任何挑战。接着，他准备进入黑水湖副本，但突然遭到了攻击。一位神秘的弓箭手发动了攻击，他们之间的战斗激烈且技巧高超，两人使用的箭术都非常精准，能够使箭矢在空中相撞并抵消对方的攻击。林天浩改变战术，使用拧弦剑法试图突破对方的防御，但对手也使用了相同的技巧。这场对决不仅展示了他们双方高超的剑术，还透露出对方是天宫山齐家的古武者，一群在游戏中以强大的战斗技巧著称的玩家。最终，这位弓箭手提出想要他的家族加入林天浩的工会，作为交换，他提供了一本星月进化的技能书。这本书对林天浩来说是极其有价值的，因为它能移除身上所有的控制和负面效果。
尽管这不能解除击飞和诅咒效果，对他来说它的用处有限，但他仍然决定收下。林天浩对天宫山齐家的尊重，不仅因为他们是古武者家族，更因为他们在世界末日来临时毫不吝啬地分享了他们珍贵的弓箭手秘典，让所有弓箭手都能学习到这些技能。这让林天浩深感敬佩，毫不犹豫地将他们纳入孤血公会，并与他们中的一位射破苍穹成为了好友。射破苍穹拥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圣级天赋，这使他在游戏中的表现极为出色。尽管他的天赋看似平凡，不增加任何属性，但他实际上能极大地减缓敌人的移速和攻速，对法术类敌人更是增加了施法时间和技能冷却时间。这个天赋虽然初看不起眼，但在射破苍穹的手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尤其是在大灾变期间。不幸的是，射破苍穹在一次保护人类大军撤退的战斗中，勇敢地面对了10大先锋将军，虽然反杀了3人，但最终还是英勇牺牲。林天浩决定利用他的黑水湖副本秘钥，打开了黑水湖副本，并全服宣布了这一消息。这不仅为他赢得了自由属性点和金币，还让他声名大噪。但是他发现自己无法单独进入高难度的副本，这让他感到有些沮丧。他尝试了多种难度级别，最终意识到必须要组队才能进入。最后，林天浩邀请了射破苍穹加入他的队伍，一同探索这个副本。他们选择了地狱级难度，共同踏入了这个充满未知和危险的地方，一个昏暗潮湿的洞窟。林天浩勇敢地面对着10多只凶猛的血背玄龟，这些不同寻常的生物是地狱级难度副本中的精英怪物，每一只都拥有接近10万的生命值和强大的攻击力。他们的技能多样，包括嗜血玄甲、水球术、水剑术和魔法水遁，是非同小可的对手。战斗的序幕由林天浩拉开，他的剑矢破空而出，直指目标。在他的旁边，射破苍穹也加入了战斗，但很快发现自己的伤害与林天浩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林天浩的剑矢所带来的伤害数值令人震惊，足以让任何敌人胆寒。而当血背玄龟群体受到攻击后，更多的敌人像潮水般涌来，情形变得更加紧张。林天浩没有丝毫犹豫，舞剑齐发，加上雷电跳跃带来的连锁伤害，使得血背玄龟如秋风扫落叶般倒下。林天浩的实力不仅令射破苍穹惊讶，也让场面变得一边倒。在短短2分钟内，第一个关卡的敌人就全部被清理干净。随着战斗的深入，林天浩和射破苍穹面对的挑战越来越大。接下来，他们遇到了更加强大的血背玄龟统领，以及更为危险的黑铁级血眼玄龟。这些新的敌人对于普通玩家来说几乎是不可逾越的障碍，但对于林天浩来说却是新的战绩。尽管面对强敌，林天浩依然不慌不忙，他的战斗技巧和战略部署都经过了精心计算。即便是射破苍穹不幸倒下，林天浩也没有受到太大影响，继续他的屠戮之路。最终，林天浩面对了最终 BOSS 血眼龙龟。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对决，血眼龙龟拥有惊人的生命值和破坏力，但林天浩以一敌众，凭借他超凡的战斗技巧和坚定的意志，接连不断的攻击，不给对手任何喘息的机会。即使面对血眼龙龟强大的恢复能力和猛烈的攻击，林天浩也能找到对策，灵活移动，避免致命一击。在一次又一次的攻防转换中，林天浩不断调整战术，利用空中的优势，巧妙地避开血眼龙龟的重重攻击，每一剑都精准无比，逐渐削弱了血眼龙龟的生命值。战斗持续了数分钟，林天浩的剑矢如同死神的镰刀，一次次从空中划过，准确无误地命中血眼龙龟，每一击都是精确的打击，使得这个强大的敌人逐渐陷入了困境。尽管血眼龙龟具备恢复能力，每次攻击都能回复大量生命值，但面对林天浩持续不断，如同暴风雨般的攻击，他也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血眼龙龟不甘心失败，他发出怒吼，企图用连珠水炮等强大技能反击，试图改变战局。